选项一的朋友，你好，我是 Yui。今天的解读呢，会分为3个面向。第一个是你感觉目前的你们的状态哦，那你可以顺便对应看看，如果有符合，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哦，来当做验证。那第二个会看他对你的感觉，第3个来看未来3个月你们会怎么发展。好，现在呢，你感觉目前的你们的状态哦，你觉得啊，他是一个还蛮理智的人，也比较偏向比较含蓄、比较内向，也比较理智、比较害羞啊这种哈。那你觉得呢？他在讲关于这种比较不是实质的，就是比较像是说哦，他会认为，比如说像感情啊、梦想啊、理想啊，哈，这种有一些比较像是只是空谈的话，就会呈现的是比较像虚无缥缈的感觉。那他比较偏向的是要看得到、摸得着实质的东西，他才会好像觉得这是真实的。你觉得他是这样的人哦，就是他会从一些书本啊，或者是知识上面来理解你们之间的感情。来理解你跟他说的一些，比如说比较梦想的、比较愿景的事情。讲直一点，你会认为他是比较逻辑思考的人啦，包含谈感情也是。你觉得他会是经过他审慎的评估，也许收集资料，也许他经过一些他逻辑上面的整理之后，他才会跨出那一步的人。然后呢，你觉得呢？你们的关系之中，其实是有一种相互依附的感觉。你们两个可能呈现的是不同的，看起来很像大相径庭的2个人，但是呢，又可以给彼此提供一些像是情绪价值啊，另一个人可能就是提供的比较像是知识型的、知识类型的，好像是彼此都可以有一些对彼此有一些帮补的作用。你觉得你们2个是有一种可以互相互补，然后一起往前？他可以为你提供一些价值，你也可以提供给他。那尤其是某一方呢，提供的像是比较像是情绪价值这方面，好像呢。淡淡的感情，细水长流型的这种感觉。那你觉得对方呢，有在想要为你尝试一些新的突破？就本来他可能是比较偏向这种逻辑思考型的，他开始因为了有你的出现呢，他开始有一种好像想要尝试看看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就他想要明白你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他好像开始愿意尝试看看能够站在你的立场，然后来想这世界会是怎么样的美好。好像他本来是属于一种蛮内向啊，不太敢往前，但是因着你，他有一点想要努力的调整自己，尝试看看，用你的方式来活看看。比如说，你可能是一个比较勇敢啊，比较及时行乐，比较活在当下。那他本来可能是那种计划性、逻辑性。好，比如说你出去旅游，你可能是说走就走，他可能是需要经过很久的计划，然后要按部就班的照着这个时刻表来进行。那你可能就是想到哪里就转个弯就到哪里这样子哦。他开始有一点点想要为你做改变，好，来试试看，让自己可以活得比较。对你而言，你可能是觉得活得比较轻松，可是对他而言可能是个挑战啦。但是你有看到他想要尝试。好，这个是你感觉你们目前的状态哦。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对你的感觉是什么。好，这边我看到哦，他对你的感觉其实是有一些混乱的。他觉得他有一点拿捏不住你的感觉，你比较像是这种好像，对，因为他是属于那种比较逻辑性的，甚至他本来呢，他如果经过他的计划计算，他是可以多工处理，同时处理很多事情，但是前提是在他已经有计划。
但是你比较像是突然闯入了他的世界，那你常常讲话啊、做事啊，好像都比较不按牌理出牌，常常天外飞来一笔。那他呢会很认真的去思考，但有时候呢，他思考好了，想要回复你的时候呢，你已经往前了哦，就是你已经跳到下一个话题去了，他有一点处理不来哦。对他来讲，这叫做什么啊？CPU 不够快吗？不好意思，我不懂电脑。就是他会觉得他本来可以处理的很好的，但被你这样子哈，一下子给他太多的东西啊，他就快要烧坏了哈，脑袋要烧坏。他比较不知道怎么去承接这样子的情况哦。那当然不能说他也很深受你的吸引，因为他也觉得你活得轻松自在哦，可好的了哦。有时候还挺羡慕你可以这样子，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他呢，必须要好好的顾好他的园地哦，他认为他是有责任的啊。那我觉得这个人看起来的确是肩上背负着许多的责任，而且常常呢，嗯，他的责任就是有时候会让他需要去救火，好，比如说，就只举例啦，比如他的工作可能就是属于那种突然，我联想到的就是可能像是什么警消人员哦，这只是举例，常常有一些突发状况，那他就必须要去处理一些紧急的事。那如果又加上说，这时也许他的家人刚好是有生病的，如果是嗯，会突然需要他去照顾，那他又没有办法，他就显得分身乏术的时候，他就会感到很无力、很无助。那如果这时候的像是你，又是属于这种常常天外飞来一笔、天马行空的，他就会感觉有一点负荷不了了。但是不能否认，你的特质的确是很吸引他。那在他状况好的时候，会觉得你真可爱哈，真美好。可是，在他状况不好的时候，可能呢就会给他造成一些压力了。这个压力是他自己比较偏向是，他也不会说，那他就是一直往肚子里吞，就会呈现的是一种内耗的状态。对他的身体不太好就坦白说，他自己觉得对他的身体可能会造成有一些不良的影响，他快要负荷不来，他可能需要一步一步的去解决。比如说一个事情来，他可能会需要去抽丝剥茧啊，需要有耐心啊，去让这个事情能够理顺。但是呢，如果他周遭充斥的都是这种常常突然就来的紧急事件，那对他而言，他处理起来是会感到有些吃力的。所以他的感觉就是说，对你真的是很美好，我很憧憬，我很向往，但是我目前没有办法像你这样子的生活，然后我现在的状况也不太好，处理不来。自己本身的状况都不好了，我好像没有办法再多照顾你。在他的眼中，他觉得你可能是需要他照顾的。就是如果说你们两个能够有向前的机会嘛，就是如果要在一起，不管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暧昧的也是，还是不管是前任还是什么哈，就总之你们要走在一起，仿佛呢，他需要照顾你，需要成为你那个很坚实的、很稳定的一个力量哦，稳住你。但他现在有一些自顾不暇的感觉。然后呢，他似乎也有一些些过往的伤痕吧，好，或者是他背后的有一些真的挺重的负担。因为这个呢，他觉得他自己不配，不配往前去接受你，嗯。然后他甚至呢，也觉得他不配得那个欢乐，这个呈现着一种有一点让自己他感觉应该是躲进了某一个他自己的洞穴啊。那这个你可以跟我分享看看他现在什么情形哦，因为就是不排除之前可能你们聊得挺火热的，但突然他就冷却。那他冷却呢，
好像也没有办法一时跟你解释清楚，所以你可能搞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不是一切都进行好好的吗？那怎么突然他就好像冷却了呢？那这种他是源自于他心里有一种无力感，然后他觉得他自己不配得，还有说他现况呢也不适合，他已经有一些分身乏术了哦。好，这是他对你的感觉。那基本上呢是好的，是向往的，只是他会认为自己能力不足，这个是自我否定的感觉。所以如果有你感觉到好像被冷落，不是你的问题啦，是他这方面好像应付不来，他已经自顾不暇了。所以如果你再是这种好像想用以前的方法，想要逗他，或者是说给他一些新鲜的话题，他反而会觉得负担不来哦。好，那我们来看看未来3个月你们会怎么发展。好，首先我要说，你们这个缘分，无论你们现在是不是冷战、断联、冷却了，不管你们的缘分不会那么轻易的断的哦。看到呢，未来3个月都是会有延续，而且是渐入佳境。有没有松一口气？希望你觉得是松一口气啦，因为如果你是要看那个阴魂不散的前任，这我就没办法哦。总之，这个牌的能量啊，看起来就是你们会渐入佳境哦。那看到的是说，你不要担心说你不追去，他就会跑你不把这个风筝的线抓紧，风筝就会飞走。你要相信说，这个线始终在你手上。那他现在是自顾不暇，建议你就是静静的陪着他就好，让他知道你在就好你不要这时候这个我讲这段话的前提是预设你们是还想要在一起的你不要这时候急着要把这个风筝线收紧，然后刷存在感，先不要，因为他就是比较承担不起这种突然的事件了。那如果你也变成是这种比较突然事件的因子，就会对他造成困扰所以呢，建议你就是静静的在就好了，他久久再回也没有关系，你们的缘分还在。那再来呢，大概在第一个月吧，第一个月他会渐渐的处理好他自己的事情，好像开始慢慢的把你加进他的计划里。他现在在消化的阶段嘛，很多事情在他手上，他一一的消化之后，会把你纳入他的未来。那当他把你规划进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比较稳了到了第2个月的时候，有看到你们的状况就开始迎见有曙光的这个画面。那会开始，无论你们现在是什么样状态，就绝对会比现在的状态好。如果是断联了，就会恢复联系。那如果是比较没有办法跟你有聊天有接触，在第2个月的时候，不排除会有一些机会可以见面，或者是相处，或者是交流。那到了第3个月呢，我觉得啦，大部分的人啦，如果你是喜欢这个人的，我觉得你们很有可能就会确立关系。好，那因为牌面呢是好的能量好，那如果说你是真的在测阴魂不散的前任，那可能你就会找到你的真爱的意思你会跟某一个人确立关系就是这样，是整体走向是好的，对你而言是你想要的结果。那现在就看看你心里怎么想咯。好，那有兴趣跟 UE 学习塔罗的朋友，欢迎加我的 Line @UE_Tarot。UE 在教的课程跟坊间不太一样会教你开通与宇宙连接的方式，达到灵通，且搭配牌卡交叉验证，是毕业就可以执业的那无论你未来要不要做占卜师，你学会以后，无论是要从事其他身心灵疗愈相关的，亦或是要提升自己的心想事成能力、显化能力，
甚至疗愈自己曾经受伤的心，都将非常有帮助。就先在这边欢迎你的加入咯。好的，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帮我按下订阅，这样有新的影片你就会优先收到。那么我们下集影片见，拜拜。嗨，选项2的朋友你好，我是 Yui。好，那首先我们会来看一下你感觉目前的你们的状态。那你可以先对应看看，顺便当做验证哦。如果有符合，就可以继续往下听。接下来呢，会解他对你的感觉。再来呢，就是看你们未来3个月会怎么发展哦。好，这一组啊，比较明显的能量哦，最大多数的能量应该是前任哦，也有可能是一些断联啊。但是因为今天重点主要是看这个有暧昧的嘛，那有看爱情啊，爱情面向的，所以如果你听到一半觉得好像不是你，那就请你不要多做代入哦，很有可能就是这一集没有你的讯息，或者就是可以选别组这样子哈。因为我现在已经感觉到有一些分离的能量了。好，这是首先我先告诉你们哦，就不用硬听下去哈。好，那怎么说呢？你感觉你们现在的状态首先呢是有给各自一些空间的，你觉得你是有提供了一些包容力给他，让他呢去追寻他自己想做的事，所以呈现的是一种你们各自安好的状态，好像呢似乎是分开，似乎是断联的，或者是比较少联系的。那但是呢，你觉得这是一个祝福他的方式，照顾他的方式，给他支持的方式。好，虽然你也不愿意，但是呢，你觉得就是尊重他，似乎是对方做出了一些选择，那他需要一些空间。这时候的你给了他的一个温柔的支持，就是成全他的做法，成全他的想法。那你觉得这是一种支持他的方式？你牺牲了自己，你忍住了没有追上去追问，你给他一些空间。好，那你觉得这是在默默的支持着他啦？你觉得他过去可能有一些也许你有检讨你自己有做不好的地方，也有觉得他有不对的地方，但这时候呢都不是争论的时候，我们就是先把这些各持己见的事情先放下，只要这段情谊不要断就好了，只要知道你过得好就好了。你现在抱持的是这种心态，这是一种温柔的支持他。好，但你觉得纵然你不愿意有这样的距离，不愿意是分隔两地分开的状况，但是呢现在好像也只能这样子做了哦。好，这是你感觉你们目前的状态。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对你的感觉。他对你他这种有一些埋怨在里面哦，有一些难过在里面。怎么说呢？他有一点觉得他做了很多的事，他已经尽力了，但是呢，你是一句话就可以把他全部推翻的。他有感受到自己被忽视，不被看重。好，那可能你现在听了会觉得冤冤枉啊，我又没有这样子我会认为有一种你们的爱的语言可能不一样。好，就是有可能呢，他是偏向比较情感面的，他会会看念的是人情，那你可能就会觉得
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好的，可能呢，他就是因为我跟你说他重情嘛，那会给对方留面子，你可能就会是那种面子到底算什么哈？亲兄弟都要明算账啊，类似这样子哦。他可能会觉得没关系啊，我为我的家人牺牲一点是没有关系的。那你可能就会觉得家人之间也要算清楚啊，要知道彼此的界限原则在哪里啊。哦，这样子才走得久嘛，感情我们先讲清楚，才走得远呢。那所以呢，这个人呢，你的对象啊，他对你的感觉就是，他现在比较不想要去想你的感觉是什么了，他要先处理他自己的这种深深的，好像自我被否定的感觉。他不晓得到底是自己真的这么的糟糕，还是只有你觉得他糟糕。好，所以他感到过去啊，你们如果有在一起过的话，他感觉到自己好像在你面前很糟糕，所以呢，他会想要跟你划开一些距离，他想要找自己看看，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觉得他糟糕，还是真的只有你觉得他糟糕？好像在找答案呐、嗯，那他如果他会想到说过去的一段关系，如果没有办法给彼此带来快乐，或者是比较积极正向的提升，那是不是就是不适合？因为感觉两个人在一起，互相能够提升是最基本的吧。如果连这个都感觉做不到，那还要谈什么未来一起怎么如何合作啊？怎么再往前啊？所以他现在呢，决定先跟你呃保持一个友善的距离。可能你不觉得友善啦，但是他已经是尽他算是说他的小脑袋想过，可能最不互相伤害的方法了。他需要一些空间去搞清楚自己怎么了，这段关系怎么了？是自己的错吗？还是会不会是你的错呢？还是到底是谁的错？有一种陷入到哲学的思考，问我是谁？我为何在这里？好，我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这种感觉哈。所以这是相较于对你的感觉，嗯，比较像是他在内省，他在反省。当然，对你的感觉，刚刚我有说嘛，稍微带有点埋怨的哦。那这个埋怨也不是说全部都是在怪你，因为他也在想，会不会真的就是他自己？好，那我们来看看未来3个月你们会怎么发展。这边我有看到在未来3个月呢，可能还是会保持着现在这样子的状态是有距离的。那他呢，也的确会去尝试看看，会不会有更好的、更爱他的人，或者是别的机会。因为他现在是在一个内省的阶段，不排除他会多方尝试看看，为了要找清楚心中自己想要追寻的答案嘛。所以他有什么机会他会去尝试，会去努力看看。那如果他是还比如说还在读书，或者是不管啦，或者是工作，他都也会多多的努力，好，各个方向他都去多方尝试。那如果说有联谊，有什么活动，他也会
能够啦，时间能够允许的话，他也会想要去参加看看，保持着开放的想法。然后呢，到了第2个月，未来1个月他可能会多方尝试啊。那未来第2个月呢，他会开始想起你们这段的关系，似乎会开始想念你，会觉得好像不应该再这样子，好像悬在那里。所以到了第3个月的时候呢，我觉得呢，如果啦，你还想跟他联系的话，我觉得第3个月会有机会让你们再接上线。那第3个月呢，也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就是前2个月你可能真的需要放飞他，你要让他去尝试看看，也要让他呢有一个空间出来想起你的好。如果你一直追上去，是不是他就没有空间想念你了呢？那必须给他养出一个这个空间来哈，所以我会建议啦，大概前2个月你就尽量不要去打扰他，那你也要忍住哦，就是他可能会去多方尝试但是你没有给他尝试的机会，他就没有比较的机会啊。那这段缘分呢，你比较适合你有一些呃跟他联络、复联、主动，大概会落在第3个月。无论你是什么时候点进来看这支影片哦，就是前2个月最好不要一直追过去，给他一些空间想念你。第3个月会是比较好的时机。好，那这个就是为选项2的解牌。有兴趣跟 UE 学习塔罗的朋友，欢迎加我的 Line @UE_Tarot。UE 在教的课程跟坊间不太一样哦，会教你开通与宇宙连接的方式，达到灵通，且搭配牌卡交叉验证，是毕业就可以执业的哦。那无论你未来要不要做占卜师，你学会以后，无论是要从事其他身心灵疗愈相关的，亦或是要提升自己的心想事成能力、显化能力，甚至疗愈自己曾经受伤的心，都将非常有帮助。就先在这边欢迎你的加入咯。好的，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帮我按下订阅，这样有新的影片你就会优先收到。那么我们下集影片见，拜拜。嗨，选项3的朋友你好，我是 UE。那今天呢，会用3个面向来为你解牌。第一个面向会先看你感觉目前的你们的状态，那这个你边听可以边当做验证，如果有符合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哦。那接下来会看第2个面向是他对你的感觉，第3个面向是未来3个月你们会怎么发展。好，我这边连接到的能量是你感觉目前你们的状态呢，似乎对方呢好像还蛮努力的在赚钱，或者是他有一些经济上面的困难，隐隐约约啦，你可能有察觉。那好像没有办法一直跟你保持着很轻松的状态交流，但是呢，目前你也就是陪伴着他。好像就是静静的，既然好像没有办法替他承受，那你就是静静的陪伴他。所以呢，你们的状态比较像是不是分开，不是彻底分开，就是其实你们要联系是还可以有联系的。只是你隐隐约约觉得对方有什么没有办法向你诉说的一些心事，那这种有一种比较成熟的感觉啦，比较成熟的爱啦，所以你也不会想要去追问，你觉得就是好好的陪伴他，那你也就是
如果有机会啦，你会有一种潜移默化，慢慢的影响他，所以你可能就会用比较正向的言辞去跟他讲话沟通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咯，那你也会展现你正向的一面给对方，不要造成对方的压力。你的感觉是这样，你觉得对方目前可能是有一些压力的，比较偏向是财务或者是事业方面吧。好，那所以你们的状态大概就是这样子哦。嗯，保持着要有联系是可以的，但是感觉没有刻意的要去联系。那你觉得这个是给对方空间，给对方去处理他自己的问题？你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面对的方式，所以你也没有多加去追问，多加去揣测，只是你隐隐约约觉得对方应该是在一个比较有压力的境况，可能跟他的这个现实的物质世界是有相关联的，导致于他不能够太放松，太享受的过着人生哦。那你可能呢，就是给他提供情绪价值的那一个哦，时不时的，我觉得你也不太敢为他加油打气，因为你甚至觉得有一些加油打气都可能会造成他的压力了，所以你就是静静的陪伴着吧，这样子尽量不打扰他，尽量不给他制造麻烦哦。好，那这个是你可以当做验证。OK，如果有准的话，我们就来看哦，他对你的感觉究竟是如何呢？好，首先呢，我必须得讲，其实你的感觉直觉还蛮准的哦。他呢是喜欢你的，这种感觉像是灵魂伴侣般的这种喜欢，因为很喜欢你，所以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他给自己其实真的非常大的压力，因为呢，你其实你呈现的是那么的美好，甚至可能你真的也在各方面都已经比他丰盛了，那你又有强大的内心，他好像没有办法提供给你什么是你需要的，他希望能够为你做点什么的，但看似你什么都会啊，就是你也什么都有了，你不缺啊。那有可能你会说，老师我没有，但是在他的眼中，他就是觉得你这么的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也有可能就是他真的很喜欢你。当我们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哪里不足啊。比如说，明明是想见面的，但就会担心最近自己是不是胖了点，我是不是要等到瘦个5公斤再来见面，就可能会想到比较多啊。我觉得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那其实他本身已经很好了，你可能也不在乎他是不是胖一点、瘦一点的，但他就是会想到他哪边不足，他要必须准备好，才可以再怎么样，再跟你见面，或者是再往前进。那其实我们人就是永远没有准备好的那一天嘛，这个道理他也是知道的。但是问题是，当我们遇上真爱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会这样，会呈现这样子的面相。不知不觉就自卑了起来哦。所以他是有一些觉得自己不足的，他不知道拿什么给你，你似乎什么都有了，你似乎也什么都会了。好，的确呢，他是有一些强项的，可是这个强项呢，好像你不见得很需要啊。举例如果他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特别逻辑思考、特别很会计划的人，那你可能比较不是，你可能是想到什么就往前冲了。那事实证明，你就算是这样想到什么就往前冲，你也冲得比他好啊。那他在那边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的一些行为，他的成绩也不如你啊。所以他能给你什么呢？他就觉得这已经是他的强项了，但你似乎不需要。你可以懂我的意思吗？那他的这种感觉就是，我该怎么做呢？那何况呢？这边又看到有一些是真的有远距离的，是有这种物理上面的，真的是你们之间比较不容易见面的，好像只能幻想你，只能想着你的好。
那对于务实的他，幻想算什么呢？这很颠覆他过去的中心思想嘛。他觉得可能都要有计划才可以有行动，要完美。问题是我可以把你想象的很完美，可是想象毕竟是想象，我们见不到面怎么办呢？这就是一切就是想象而已啊。好，所以我看到有这样子的成分在里面。那你去对应看看你们的状况是怎么样？因为我这边的确有看到有远距离的哈，有物理上的距离，跨海的也有，或者是真的他要见面是很难的。那你也会不知道怎么做，因为你展现好的一面，他有压力；你展现不好，他又会担心，你懂吗？所以他其实是把你看得很重，但他可能没有表现出来，他表现出来的就是先拉开一个距离，他不知道怎么跟你诉说，那就是不断的陷入他自己的精神内耗的漩涡里面。他很给自己压力的这个人，不排除他比较偏向土象星座的个性，或者是比较会要求自己的类型啦，完美主义，有这种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些倾向在他身上。那他就会想要求自己什么状况都 OK 了，什么条件都具备了，再来跟你走向下一步。但什么时候才会有准备完的那一天呢？所以你们两个综合一下倒是蛮好的。但偏偏你又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机会嘛，因为他自己觉得不够好，他就先有点像是拒人于千里之外这种感觉，就自己画了一个界限在那里，你也不知道不得其门而入，不知道怎么办嘛，只能干着急，但是又要装作没事，因为你要鼓励他，而你又鼓励他，他又有压力耶，那你不鼓励他也不行啊，就也不能这样放任他就断掉嘛。所以第三组是比较妙的，就是这个很有可能是你的灵魂伴侣，跟你比较相反型的，可能你们要熟了以后，需要你们两个综合一下你们的能量，就可以变成强强联手。但在还没在一起之前，需要一些时间磨合。好，那我看到他对你的感觉，他会似乎觉得你们好像不太可能，有可能就是除了这个真的是有远距离，也有可能就是你们的差异太大了。他这样认为啦，主要是他觉得他有一种不配得的感觉，好像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那要在一起是需要经过很多的挑战，那这个挑战不容易跨越，因为会颠覆他过去的中心思想。好，举例啦，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他会觉得，年龄差没关系，是可以接受的。好，但是他的年龄差可能就是差个2-3岁，还 OK， 正负2-3岁，那很有可能你们是正负10岁、10多岁这样之类的，他就会觉得，这可以接受吗？这感觉差太多了。那这个就他会需要去想办法说服自己，可是他又会觉得这个好像不是这么容易的，因为就算我说服得了我自己，那我身边的人会接受这样子的我们吗？他也不希望你难过啊，他也不希望你承受异样的眼光嘛，所以这个就是他很多都会去考量的点，然后让自己就停在那里不敢向前了。好，那我们来看未来3个月你们会怎么发展。OK， 未来3个月其实他对你的幻想是很多的，他对你你对他而言是很有吸引力的，那他会努力的克制自己，这是未来1个月。那第2个月呢，看到老天爷会为你们兴起一些机会你们其实是会有机会再重聚，再搭上线，再聊起来，再见面等等都有可能会有一些机会的。那因为是老天爷给的机会嘛，所以我觉得这种不确定性的确是有的。那到了第3个月呢，你们的状况就会好一点，这个人会比较怎么讲，他本来可能像是一块冰，你感觉怎么都融化不了他，但到了第3个月他自己就融化了自己会稍微走出来一点，你会发现他似乎有对你敞开了一些心门他似乎比较敞开心门了，要给你一些
路可以走，也就是说可能会开始给你一些机会了。所以这个人我会建议他比较被动，可能要由你主动，但是你这个主动又不能够太有目的性，你不能太明显的就是我就是奔着你而去的，你可能就是要打着我只是经过啊，我看看你好不好而已。那你也真的要做到，你真的经过看看他好不好，比如买杯饮料送他，买个礼物，买个吃的点心什么的给他，你真的就要走哦，你还不能赖在那里就说我们多聊聊啊什么，不能哦。所以有点难攻略啊这个人。但是呢我看到的是这种有点甜甜的感觉啦，所以纵然你可能现在会觉得搞不清楚他在干嘛，可是你们的状况会越来越好。那越来越好呢，这一组可能要比较久的时间，相较于1、2组哦，你可能前3个月哦，你会觉得好像怎么都还是这样哦，那你可能要看到至少半年起跳啦。但是既然会说是灵魂伴侣嘛，那这个缘分应该也是不容易断。就是如果他开始有给你一些比较愿意跟你多聊啦这种的迹象出现的话，你那时候再去跟他多聊会比较好。那现在他选择要当一个冰封，他如果要冰封自己，那你也不要硬拿铁锤去敲开你就让他去想一想，你就是还在就好了。好，这个是给你的建议。有兴趣跟 Yui 学习塔罗的朋友，欢迎加我的 Line @YuiTarot。Yui 在教的课程跟坊间不太一样哦，会教你开通与宇宙连接的方式，达到灵通，且搭配牌卡交叉验证，是毕业就可以执业的哦。那无论你未来要不要做占卜师，你学会以后，无论是要从事其他身心灵疗愈相关的，亦或是要提升自己的心想事成能力、显化能力，甚至疗愈自己曾经受伤的心，都将非常有帮助。就先在这边欢迎你的加入咯。好的，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帮我按下订阅，这样有新的影片你就会优先收到。那么我们下集影片见，拜拜。